Hello Hello，大家好呀！这个周末的话，我在家看了一本书，叫做明亮的夜晚》，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本由韩国作家崔恩荣所写的一本书。他这本书的话，其实是讲的好几代女性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让我看的时候非常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像是真的是生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感触。这也是说了一些就是关于东亚女性的好几代女性的一代，就是一些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心灵上，但是他们也是走向了一个自由的解放吧。包括书中的希子，她的母亲跟她说尽量走远一点，过自己的人生，就是不要被一些生活还有家庭所束缚住，走自己的人生吧。就是还是就是这本书还是挺积极乐观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看下来。然后它里面有一句就像我们生活中不光是韩国，可能就是我们整一个东亚地区的文化所造就出来的女性之间的一代一代女性的传承吧。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是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母亲的低语。我们家女儿很乖，这是母亲对外宣告骄傲的标签。这两句彼此否认的双胞胎，曾在我们的内心刻画出深刻的裂痕。这本书的作者将这种母女关系比作一个连体婴。他说，母亲常常把自己和女儿看作是一体的。这种连体的比喻揭开了无数东亚女儿的心头的一个伤疤。小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这两句话其实都是相互并存的，一个是在家里母亲的责备，还有一个是对外母亲展示的一个光环。后来才明白，他们其实是一对彼此敌对的双胞胎，一边教我们如何去被爱，一边教我们如何消失。在韩剧的《维达1998》里，德善的母亲曾在深夜悄悄地给他盖被子，而白天却因为考试没有考好而责备他，并说了一句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在82年生的金智英小说中，金智英的母亲说，我从不后悔生你，但我希望你别重复我。可她的一生早已成为女儿必须背负的模板。爱与痛的混合是东亚母女关系中最细致入微的结构。当母亲把我们当作她的作品时，其实女儿变成了一个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母亲去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后一个希望。她想让你变得优秀，乖巧体面，不只是为你好，而是为她有面子，为她的牺牲找回一些意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去非洲做志愿者，那母亲3个月都没有跟他说过话，直到他辞职回国，得到的一句就是母亲对他说的，你总算是懂事了。母亲不懂他为什么去非洲。在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这样一句话，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2个女人，娶了红玫瑰，白的还是一抹朱砂痣。每一个东亚的母亲都有一块朱砂痣，那是她无法成为自己。但是她希望你作为她的女儿去实现。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活着。这是很多东亚母女关系之间的咒语，表面上是深情，但实际上是将人生的责任接力棒悄悄地递了过来。作家李娟曾经说，母亲是一个随时可以准备为我去死去的一个人。可是她忘了告诉我，她也希望我随时准备为她而活着。这种我为你好的爱，藏着太多未完成的情绪。自我牺牲、婚姻失败、社会不公，这些都在女儿身上找到重启的按钮。所以当你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去远方、不依赖他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祝福，反而是伤心、愤怒与不解。当我们说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时，而我们的母亲却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电视剧里《小欢喜》里面，董文杰看见女儿英子想考外地的大学时崩溃道为什么你要离开我？这种眼泪不是单纯的担心，而是恐惧，是因为他的人生失重了。于是我们学会了内疚，不接他的电话会内疚，拒绝他的安排会内疚，甚至对他表现冷漠一点都会有一种自责，失眠。母亲的爱深沉，但是她从未教会我们如何去拒绝他，也从未允许我们成为自己。作家严歌曾说，母女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人际关系，太近了也太远了。我们不去责怪母亲，她也不过是旧时代的女儿，受困于没有选择的命运，但我们必须为自己去争取一次自由，哪怕这意味着痛苦、对抗，甚至疏远。崔安荣说，用不一样的时间去观察妈妈，也是一种女性主义。当我们重新看待母亲不是那个永远在付出的圣人，而是一个曾经也渴望自由也有梦想，但最终选择了成为母亲的普通女人。当我们用这样的视角去回望她，也许就能理解，她不是不爱你，而是她的爱里有太多没来得及被安放的自我。我们是在埋怨母亲吗？不是，真正的爱不是顺从与感恩的演技，而是彼此成长、学习、理解。我们并不需要远离母亲，而是需要重建关系。她要学会放手，你要学会说不。你不再是她的延续，而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女性。你有权选择不结婚、不生子，不成为另一个为了孩子活着的女人。你要夺回主体性。你值得成为你自己，加油！这本书的话，对我的感触还是蛮深的。我每次，其实这本书我之前有翻过几页，然后这次的话是真的就是把它一口气全部读完，读到中间有好几次，我都是为里面的一些人物感到，就沉浸式的去阅读，然后，被里面的人物就是深深的感动，也时常会默默的不由自主的落泪，就是可能在生活中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的不顺，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要走出自己的路。就像喜子的母亲跟喜子说，你要尽量走得远一些，你要有自己的人生，你要做自己。好，今天的话就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最近的话被韩女的文化深深的就是吸引到，然后会再多读几本韩女的书，然后到时候再推荐给大家。